在《权力的游戏》里，梅丽珊卓是一个很难用单纯的好或坏来简单定义的角色。作为光之神的女祭司，她比任何人都更加虔诚、坚定。她无比相信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一个真神，光之神。她也无比相信自己在准确地执行光之神的意志。但同时，他也做出了很多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他燃烧生命，他推动牺牲，并且他几乎从来都不怀疑自己。不过今天我们既不会去讨论光之神到底是什么，也不会去分析梅丽珊卓究竟有没有做错。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借助梅丽珊卓这个角色来探讨一个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落入到大母神的阴影里去？嗨，我是骑士比利。如果你也深受那些负面情绪的困扰，生活和工作陷入了一团糟，那就不妨来看一看我们新的在线心理课程已经上线，就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中，现在加入还有早鸟优惠哦。话不多说，正片开始。是的，刚才你没有听错，我们提到了一个叫做大母神的东西。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们普遍都认为，尽管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自古至今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全世界各地的文化有些看起来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仍然有一些东西是从最原始的时代就留存在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的内心深处的。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无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有多大，这些人类内心深处潜藏着的东西都有着非常雷同的共同点。荣格把这些东西叫做心理原型。他认为心理原型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种普遍的内在观念、思维模式或是心理图像，并由此能够窥探到人类的集体潜意识。荣格认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每一个人的大脑都会携带上人类的全部历史，或者可以用某种集体性的种族记忆来描述这种东西。而当我们需要将这类十分抽象的心中的概念具象化、显化到外部世界的时候，比如说以各种神话或故事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表达的时候，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就会出现不同的表达差异。例如，在荣格的理论体系之中，有一个从女性这一最原初的原型分化出来的母亲原型。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个概念，也因此人们大多都会把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孕育能力的东西称为母亲。比如说，中国人会把长江或是黄河称为自己的母亲河。我们也习惯于把自己曾经求学的学校称为母校。而从母亲这个概念中又能够进一步分化，就会出现一个在心理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概念 The Great Mother， 伟大母亲，或者它还有另一个更有趣的命名，大母神。大母神并不是指现实中的任何一个母亲，而是一种存在于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它代表着一种非常原始的心理力量。大母神既能够给予生命，但它也可以吞噬生命。它既能够为人们提供保护、指引，以及为人们赋予各种意义，但同时它也是代表着控制和要求服从，以及吞噬一切的黑暗力量。我们可以把大母神理解为一种人类潜意识深处的内在的渴望，
我们渴望被接纳，被温暖包裹，被赋予一个明确的引导，被赋予更深刻和高尚的意义。你看，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已经开始觉得梅丽珊卓在整部《权力的游戏》故事中就是扮演着这样的一个角色？大母神本身来源于母亲、女性这样的最基本的原型。换句话说，大母神是躲藏在女性这个原型的背后的，她是藏在暗处的，但是她却拥有孕育一切的力量。权力的游戏中的梅丽珊卓也是如此，她从最初登场开始，就是以辅佐史坦尼斯的参谋的身份出现的。是的，表面上看，在劳勃死后，史坦尼斯是拥有正统的继承权的王位的继承人，是国王，所有的命令都是国王史坦尼斯发出的，调集军队，铲除叛军，进攻敌人，甚至是北上对抗夜王。但实际上，观众们看得非常清楚，这一切的背后其实全部都是梅丽珊卓这个大母神在控制着一切，是她让史坦尼斯从火焰中取出了光之神的长剑，是她让史坦尼斯相信自己才是那个唯一的天选之人，也是她让史坦尼斯从火焰中看到了神谕和未来。梅丽珊卓躲在史坦尼斯的背后，看似对王位和权力没有任何欲望，但是却全盘操纵着一切。其实整部故事里，大母神这个原型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躲在暗处却操纵一切的象征和意象无处不在，而并不仅仅只是局限在梅丽珊卓这个单一的人物角色身上。最典型的角色就是瑟西。瑟西小的时候，因为一个女巫预言说她会失去一切，她也不会是女王，她的孩子也都会死去，因此她产生了对环绕在她周围一切的人和事的深度的恐惧和不安。为了抵抗这种恐惧和不安，瑟西长出了对一切事物的极端的控制欲望，因为只有把所有一切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让所有人全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动，这样他才能够确保预言中的事情不会发生。但是《权力的游戏》所描绘的世界是一个男性主导社会事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男人才拥有对权力的继承权。《权力的游戏》的前传故事《龙王家族》中，老国王韦塞里斯一世就是因为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也因此引发了贯穿整个故事的权力继承权的问题，最终导致了血龙狂舞以及坦格利安家族的衰败。而瑟西也只是一个女性，她是不能成为国王的，她只能嫁给国王。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瑟西嫁给了劳勃国王，成为了王后。但是瑟西对控制的欲望并没有因此而止步，她最终所进入的操作模式就是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国王，然后借由操控自己的儿子来达到操控王国中上上下下的一切的目的。除了瑟西之外，高廷的提利尔家族整体表现出来的也是这种大母神式的操作模式。小玫瑰玛格丽的父亲作为一个男性，作为高廷和河湾地的掌控者，实际上是被架空的，而架空他的就是小玫瑰的祖母老玫瑰奥莲娜·雷德温。高廷以及整个河湾地的实际的掌控者就是奥莲娜，并且在奥莲娜的操作之下，整个高廷家族对外的行事准则也是大母神式的。他们整个家族就是通过将已经达到适婚年龄的小玫瑰嫁给一个足以称王的男人，
从而通过操控这个男人而达到控制七国的最终目标。是的，大母神的目的是躲在幕后操控一切，至于这个站在台面上的男人是谁并不重要，可以是兰里，可以是乔弗里，甚至他们觉得乔弗里可能不太好受控制，于是就暗中操作，把这个傀儡换成了托曼。除此之外，凯特琳之于史塔克家族，莱莎至于艾琳家族，也都展现出了大母神的模样。至于龙妈丹尼以及龙王家族中的王国之光公主雷尼拉，更是彻底将大母神从躲藏在幕后变成了亲自站在众人面前。其实除了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之外，中国的许多文艺作品中也有着许多大母神意象的体现。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中的贾母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母神。贾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这位贾母说了算。而如果我们从文学艺术作品中跳出来，回到身边的现实世界里，我们也会发现大母神无处不在。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熟悉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慈禧太后这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了。无论是从现实意义的角度，还是从心理学意象的角度去看，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都是不折不扣的大母神。而离开了皇宫，不要以为普通老百姓身上就没有大母神。相反，这个原型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最典型的就是身处婆媳之争中的婆婆和媳妇。如果我们能够仔细地想一下，婆媳之争争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婆媳之间争的其实就是对家庭的控制权。传统家庭中，婆婆认为自己是儿子的妈妈，儿子当然要听妈妈的话了。儿媳妇是给儿子娶的，是嫁到这个家里来的，自然也要听自己的话。而媳妇会觉得新的小家庭已经组建起来了，是一个已经脱离开各自原本家庭的新的独立体。而传统观念当中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又仍然深刻在大部分人的思想里，所以新家庭的女主人就是要统领这个家庭范围里的一切的，是要成为一个新的大母神的。以至于我们至今都能很容易看到，无论男人在家庭外部做什么样的工作，接触什么样的人，只要回到这个家里来，有许多男人仍然会选择听老婆的。老子数了3！就像是电视剧中的史坦尼斯回到军营里，只要是关上了军营的大门，那他就得听梅丽珊卓的。只是史坦尼斯不知道的是，大母神源自于女性和母亲这样原始的心理原型。这个原型虽然继承了女性和母亲的孕育生命的功能，但同时也包含了毁灭一切以及人格阴影这样的意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故事中的梅丽珊卓能够以女性生产后代的形式生下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暗力量，并且这个黑影有着史坦尼斯的面孔。换句话说，它就是史坦尼斯内心深处的阴影面。而回到现实生活里，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家庭中的女主人，或者说大母神，承担着为这个家族生儿育女、开枝散叶的责任。但一个家庭最终是否能够走向更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也都取决于这个大母神是否会散发出自己吞噬一切的黑暗力量来。一个目光短浅、认知低下、情绪极度不稳定的女主人，一定会将家庭带向毁灭。在《权力的游戏》的故事前期，
梅丽珊卓几乎就是一个大母神的化身。她无比笃定，她相信自己可以看见未来，相信光之神向她显现神谕，也相信这些神谕本身是真实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都没错。问题从来都不在他看见了什么，而在于他如何理解他所看见的一切。观众后来会意识到，他的解释往往是错误的，甚至有致命的偏差，但是他自己却从未怀疑，因为一旦怀疑了，他所依附的整个意义系统都会开始崩塌。她是光之神的女祭司，光之神象征光明，但心理学会提醒我们一件事：凡是有光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阴影。而所谓阴影，并不是邪恶本身，而是那些我们不愿意承认却真实存在于我们内心的部分。愤怒、攻击性、控制欲、残忍，甚至对权力的渴望。这些并不一定是坏的，但当一个人拒绝承认它们时，他们就会因为受到压抑而进入无意识，并以另一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行为。而梅丽珊卓做了一件非常典型的事情，她把黑暗全部都放在了外部世界。在她的世界里，不信仰光之神的是异端，反对他的使命的都是敌人，而阻碍神意的就是黑暗。于是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行动。他毒死了龙石岛的学士克里森，因为那是清除异端。他协助史坦尼斯对抗其他国王，甚至用最隐秘、最阴暗的方式杀死兰里，因为那是实现神意。他最终推动献祭一个无辜的孩子，因为那是更大的正义。但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些行为本身，而是这些行为在梅丽珊卓的内心是完全合理的。他并不觉得自己残忍，因为在他的意识中，他代表的是光，而这正是阴影最危险的地方。当一个人把黑暗全部投射到外界时，他就无法再看见实际上自己也在制造黑暗。更进一步的是，他会用正义来合理化自己的黑暗，而这也正是大母神原型最具吞噬性的地方。它给予你意义，给予你方向，但同时它也要求你不能再有任何怀疑。而一旦你停止怀疑，你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你成为了某种信念的执行者。就像我们先前所说的，隐藏在现实生活里的那些大母神，贾府里的贾母，垂帘听政的慈禧，甚至是家里的老太太，强势的女主人，都容不得其他人有任何迟疑。而一旦你完全按照这样的大母神的意志去做事，你就丧失了自己，变成了他的工具。所以梅丽珊卓的悲剧从来不只是信错了，而是他太确信自己就代表光，而当一个人确信这一点时，他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让阴影吞噬一切。所以如果单纯从表面上看，我们会发现梅丽珊卓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清醒的人，他似乎永远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黑水河大战，当史坦尼斯围攻君临城失败之后，侥幸在大爆炸中生还的戴福斯回到龙石岛，指责梅丽珊卓的时候，梅丽珊卓却异常清醒地说，这场战斗之所以会失败，正是因为自己不在现场。言下之意就是，只要他跟着一起去了，就一定能赢。那为什么他没有去参战呢？因为是戴福斯执意不让他去，所以导致战事失利，那都是戴福斯的责任。
如此看来，他是一个有着清晰目标的人，并且对任何事情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合理的解释和逻辑。但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件非常反直觉的事情：当一个人的意识越清晰的时候，相反的，他的潜意识就越有可能处在主导地位。这也是为什么梅丽珊卓会越错越离谱的最根本的原因。他虽然从火焰中看到了神谕，也看到了未来，但是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神谕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站在上帝视角的观众就非常容易看明白这一点。梅丽珊卓在火焰中看到了亚亥的诞生，伴随着烟与盐，并将唤醒石头中的龙。于是他想当然地来到了他心目中最符合这一场景的地点龙石岛，并且认为斯坦尼斯就是亚亥的转世。当他最后看到了火焰中倒在雪地上的恐怖堡的旗帜，他就暗示斯坦尼斯这一仗一定会赢。而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站在梅丽珊卓的阴影面去看待一系列问题，就会发现，其实他一直都在被阴影推着往前走。正是因为他在意识层面坚定地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于是做出了那些残忍的行为，而正是这些行为把斯坦尼斯引导到了北境，琼恩·雪诺才有机会与野人达成合作，并且正是因为斯坦尼斯兵败拉姆斯波顿，让珊莎得以找到空隙逃跑，最后得以能够反过来帮助琼恩·雪诺在私生子大战中反败为胜。而只有如此，才进一步推进了众人以琼恩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对抗夜王。只是故事中的梅丽珊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在烧死史坦尼斯的女儿之后，他自己也隐隐感觉到有些东西开始动摇了。但直到最后，戴福斯怒气冲冲地找上门来与他对峙，这个时候他才承认，原来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自己理解的神意可能是有问题的。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转折标志，他开始从绝对确定走向有限的认知，也就是说，他开始不再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甚至他开始了自我怀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琼恩·雪诺遭到暗算死后，亲眼见证过梅丽珊卓生下黑影的戴福斯，虽然不待见他，但也只能硬着头皮来求他复活琼恩·雪诺。而这个时候的梅丽珊卓就表现出了极度的不自信。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时期的梅丽珊卓已经慢慢地从最初那个被大牧神所侵占心灵的状态，退回到了他自己的边界范围内。而所谓的他自己，就是说他仅仅只是众多光之神的祭司中的一个。他可以通过祈祷或是火焰中的神谕来与光之神沟通，但是他也仅仅只能如此。这其实是一道非常明确的边界范围。而相比之下，早期的梅丽珊卓随意使用血魔法的力量，为史坦尼斯生下黑影，使用火焰和鲜血降下诅咒，甚至还试图将龙石岛上的雕像复活成活的巨龙。这些都是他被无所不能的大母神侵占了自己的思维而做出的越界行为。而史坦尼斯死后的梅丽珊卓退回到了那个普通的女祭司的边界范围之内，只行使一个女祭司应该行使的事情。他祈求光之神复活琼恩·雪诺的时候，他仅仅只是在祈求，能不能成功他也不确定，
一切全都交给光之神。相同的事情在众人与夜王的大战中也发生了一次。梅丽珊卓站在城墙上，祈求光之神能够点燃城墙下方用来阻挡死人大军的木质栅栏。那一刻，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不知道自己的祈祷是否能成功。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停地祈祷，剩下的事情只能交给光之神。也许梅丽珊卓的故事并不是在讲一个错误的信徒，而是在讲一种更普遍的人性。每一个人都渴望未来是确定的，未来是有积极的意义和明确的方向的。但当这种渴望变成一种绝对的正确时，所有的问题就都会出现了。瑟西为了确定自己的未来不会像预言中那样悲惨，不惜亲自上阵掌控一切，结果反而应验了儿时的那段预言。提利尔家族为了确定自己能够把控整个王国的方向，最后却整个家族被人连根拔起，生生不息的家族箴言变成了一句笑话。反观最后活下来的那些角色，大多都是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小厨师热派知道自己只会做饭，于是就留在了路口的小酒馆里。铁匠詹德利知道自己只会干铁匠的活，于是在最后的大战前努力打好每一把武器。山姆威尔知道自己不是那一块当战士的料，于是转头去钻研自己喜欢的知识和书本。这些角色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做了真实的自己，都没有被那个充满欲望和力量的大母神所吞噬。梅丽珊卓这个神棍角色之所以能够引起观众们的在意和讨论，或许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和他很像。我们也会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坚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用各种理由或意义来解释一切，很少会去怀疑自己的判断。但问题是，当我们不再怀疑时，我们是不是也在失去一部分自己？好啦，感谢收看今天的心理镜头。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也有什么想要说的，我会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看法或意见。如果今天的内容也让你想起了你身边的某个人，那就请你把这集视频转发给那个人，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或者你也可以加入我们建立起来的粉丝群组，你可以在群组里点播任何想要看到的内容，也可以找我们的心理师谈一谈自己的近况和遭遇。谢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下次再见。I murdered my brother. We murdered him. Shared a rape with me. Wasn't your brother. This war has just begun. It will last for years. Thousands will die at your command. You will betray the man serving you. You will betray your family. You will betray everything you once held dear. And it will all be worth it. Because you are the son of fire. You are the warrior of light. You will sweep aside this pretender and that one. You will be king.